我们的保护卡改版喽，施工项目全面升级，未来将采用新版双面保护卡，让保障内容更完整，施工项目更清楚。那在影片开始前，记得帮我打开 CC 字幕。这是一台最新款的福特旅行家，没错，第一印象就是空间大，很实用。但因为空间大，结构方正，噪音会在车室内不断反射，产生共鸣，所以你会觉得明明是新车，但却没有想象中的安静。而车主才刚签没多久，就发现这个问题。一起来看看该怎么做才能让旅行家变得更安静。今天来了一台 Ford 的旅行家，这车这么大台，它空间那么大，然后又这样正正方方的，对，所以它里面的共鸣声就会一直回绕。但是呢，你看它这个车，想象不到竟然是福特，那它的外形看起来很帅，而且呢，它的售价不到200，149到180。对，所以说你150就可以买到这么现代的箱型车，而且它的拨杆不是福特原本那种圆圆的转的，它跟宾士一样是用拨的。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它的手刹车竟然在前面，所以我刚刚移车都找不到，想说奇怪了，这手刹车到底在哪？而且刚刚在开啊，它的视野非常的好，整个很广角的感觉。这台车它才开261公里，完全的新车。今天这一台车车主选做轮拱、底盘、后箱、车顶、门板，全部能做的都做了。没错，我们要整个拆掉，整个全部拆空，根本就不用进去看，因为我等下就把它全部拆掉。有道理耶。那车主呢，他很特别，他不同的部位选用不一样的版本。那车主你当然也有选全车的胶条哦。这么新的车子开没几天，马上就找出它的缺点，就是吵。我觉得这个车子不管售价还有它的质感，我觉得都 CP 值蛮好。如果再花一点这种小钱，帮它的隔音质感又更提升，那这个车不就无敌了？完全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我们这样子的工时大概抓多久？我们大概一个部位抓1天，所以这台车呢，它至少要在这边留差不多1个礼拜。那因为呢，这1个礼拜这段时间，陆陆续续也都会有不一样的车进来，有不一样的工作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师傅呢，就是要有安排，可能某些部位配几个师傅，然后有些师傅去做其他的车，这样子每一个客人才可以完美的都照顾到。没错，非常忙碌的一周啊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先从轮拱开始拆，那把轮拱先做完之后呢，它的脚才可以站着，站着就可以从里面开始全部都拆空，底盘啊、后箱啊、车顶啊、门板啊，就可以一口气把它拆光。这么有质感的箱型车，它的隔音用料是怎样？那我们就一起揭秘这台福特最新的旅行家。旅行家的轮拱，这种箱型车后轮一样都是非常平坦，没有什么线路。因为它的避震器就在下面，所以我们一开始清洁要把它清洁干净。虽然说它是新车，但它表面还是会有一层灰尘。贴避震材呢，最重要的就是要非常贴合钣金，利用工具把它滚扎实，孔位跟线路都要把它预留起来，让下一个有需要拆到轮拱的时候，才不会找不到位置。把避震全部做完之后，就可以上我们的隔音垫。那前轮它构造有一点不一样，贴起来会有什么差吗？对，前轮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叶子板可以再加避震材，因为后轮的这里叶子板要从后车厢伸进去弄，所以轮拱就碰不到。然后全部做完之后就可以上这个保护。这保护不仅要保护我们的零件，还可以勾出一条水平线，当喷涂的时候可以非常的平整，就是可以快很准的要喷均匀，大面积去喷最漂亮，就会很平均。喷这个隔音涂层不仅是保护我们这个部件还可以增加隔音的效果。毕竟这个轮拱是在外面的嘛。对啊，所以喷这个可以防水防锈。那我们现在等它干。这就是旅行家的内轨板，它原厂都是塑胶的材质，但是它有这个吸棉，前轮用的比较多，后轮用小小一块，但是它给的棉就是比较单薄，不够扎实。那现在换上我们的吸棉，可以看到它就是很大面积，把它完整的包覆起来。虽然说我们的材料已经做过防水的处理，但是呢，再加上这个隔音涂层，让从旁边去封边，然后再把中间全部覆盖起来，就可以更增加它的防水性，又可以增加隔音的效果。我们的吸棉跟这个，你要选哪一个？你要选那个湖里面的女神啊！你掉的是哪一个吸棉？我2个都要。
那我们轮拱干燥之后就可以复位，因为我们螺丝都有分类好，所以复位的时候才可以那么快，快到你看现在都已经放在这里能做底盘。那我们底盘在做呢，就是要先把它的零件全部都把它拆掉，内饰板全部拆掉。那这台车它比较特别，它零件还蛮多的，也都比较大，所以在拆的时候要特别小心。它卡扣什么的真的超级多颗，卡扣很多，而且它原厂附的卡扣还不错，就是它有垫一个，它有一个塑胶垫片，让饰板跟车体之间不会有异音产生。因为它这个车它底盘还有滑轨，所以这个滑轨也要拆除，它的地毯它可以拿出来。那这个地毯它是用这个类似木板跟比较厚、比较扎实的棉去当底。它用的料是比较扎实，那因为它后箱两侧的这个内饰板比较大片，所以师傅就用手电筒一直在那边看说它到底要怎么拆，是对这个部件很温柔的，可以把它卸下来。对，加上它比较长，所以它里面的东西其实是很难够到的。我手要伸到比较里面去。对啊，内轮拱就会看到一层杂花棉，那这种材料就是很一般、很常见的材料。然后内饰板表面还有白白的吸棉，有黑有白啊，然后都是比较薄的。那这台车叠的算是还不错。那全部拆完之后呢，就可以开始清洁。做新的车还要清哦，因为它原厂非常脏，不知道为什么用的那么脏，好像在户外把它组装一样。那这个底盘不要看它很大面积，好像很好做，但其实它有很多细节，像是它的孔位啊，因为它有一些突出的造型，都要用滚轮去把它滚扎实，让它完整依附在钣金上。它这种滑轨的设计呢，它是做的很密的，所以为了要让这个滑轨是正常运作的情况，我们就会把它预留这个空间，让滑轨可以很顺利的复位回去。不能说一昧的就想把它贴满。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就是都要观察说它原厂的设计，原厂的部件是怎么去布局分布。那个原本上面不是有一块棉吗？让它现在贴的那个是？它现在就是把原厂那个杂花棉，把它先卸下来，贴上我们的自正厂。就是做在这个内轮拱的地方，轮拱隔音跟这个部位一起做，它的两个部位结合，它会相辅相成，所以让它的隔音效果都更好。所以我们做后箱不单单只是做后箱的，我们就连这个内轮拱把它一起做上去。底盘呢，就是从它的架子做到后面后座的位置，后车厢就是从后座连到最后面。所以你可以看它这个车虽然那么大，但它还是有分后车厢跟底盘的空间。不然如果说这样一整片都底盘，那我们不就赔死了？你讲这个可以吗？因为你看这个材料使用的面积非常大，所以就是需要动用很多师傅来做这台车。对，而且它的部件啊都那么大，都那么重，所以在做的时候就是要更小心。就连在放它的那些部件都需要2-3个人去弄，就是要一起搬，这样子人员也比较不会受伤，然后对部件也不会去破坏到。对，那我们就先赶快把这个自正处理起来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上我们的吸棉。就是把原本自正材的地方都贴上我们的吸棉，把它完全的覆盖，把自正材都覆盖起来。所以后箱两侧的自正呢，它的范围就是在两边，还有里面跟内轮拱后车厢底下。那两片的范围大概就跟门板的概念是一样的，做起来跟门板概念一样。然后它就是也是很大，也是蛮复杂的，而且它洞其实比较小，很难伸进去。所以这里就做的时间稍微来的比较多。底盘呢做完之后，就可以先把它复位回去，一样我们是怎么拆的，就是怎么复位。先把这个轨道还有地毯先复位回去，把底下呢做成一个可以立足点的地方，才不会全部都踩在那硬硬的钣金上，那就可以来做我们的车顶自正。哦，看起来是已经贴好自正了它就是很多零件环环相扣，所以我们就在先拆前面的化妆镜啊、电灯啊、压住顶棚的零件，把它一个一个全部拆掉，才可以把顶棚卸下来。那它这个顶棚很特别，这跟地毯是一样，它是分两片，前面驾驶那里一片，后座到后车厢这里一片。而且我发现一个很细节的地方，就是它连顶棚中间的地方都有卡扣去扣着，就是变成说它的造型比较不会去变形之类的，就会让它很固定嘛，中间的施力点不要让它垂下来，比较支撑这一点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就这台车有在认真设计。顶棚自正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原厂会有设计这些很多一根一根的连杆，就是让它支撑更好。而且让人意外的是，它原厂车顶竟然就有附自正材，而且是局部一块一块一块。但其实已经很够好了，就有附就很好。对啊，但说真的，这么大一台车，它局部也是蛮大片的。所以虽然它这样局部贴已经很好，但是毕竟它有成本的考量，
不能像我们这样专门做的全部贴满满。对呀，而且它顶棚又没有棉，所以还是需要加强哦。那我们师傅在做呢，就是把它整个这样子包起来，像一体成型的，收尾边边的地方会用比较细的滚轮去把它滚扎实。这个顶棚做完感觉背就超痛的，就是要这样子，整个很不符合人体工学。像这种要裁很多部位，有好几个工作天的工程，我们就会用这个塑胶套把我们的饰板、椅子啊等等零件，把它用塑胶套包起来。然后我们也会用一些棉的布去做底下的支撑，让我这些部件啊都不要去受到伤害，让它是完整、干净、最新车的样子。就是要每个细节都要做到，没错，每一个小部件都要认真的对待，像对女朋友一样。没有女朋友怎么办？就不能当成自己的就好了嘛。质证全部做完之后呢，就再贴一层吸音棉，让它吸收的这个噪音可以更好。因为下雨天那个雨滴很大声，咚咚咚咚咚一直滴进来。像做这个顶棚呢，就可以让它吸收这些雨滴的震动，还有雨滴的声音。那下雨的时候就会觉得，哇，这车怎么这么有质感？接下来就轮到我们的门板隔音。先把这个门饰板拆下来之后呢，就可以看到它很多的部件。它这个防水布啊，它是做类似保丽龙的材质，那它的胶跟一般蛇胶也不一样，它没有那么砍锡，它像保丽龙胶，对，就是不一样。一个透明的胶，不知道怎么说它。很多线路啊都要把它拆掉，对，不然你硬刷就完蛋了。然后再做才会比较好做。嗯，然后里面呢，第一层会看到明显有一个胶，应该类似质证胶，因为它一条一条一条很多条。嗯，它下面因为钣金造型的关系，挑起来它比较扎实一点，就比较没有上面来的这么弱。那上面虽然它涂了那一层胶，但是敲起来还是不够扎实。所以现在贴上我们这个质证材，不管上面还是下面，都变得非常的扎实。那把里面第一层做完之后呢，就做我们这个第二层。第二层这里呢，就是看很多孔位啊，很小颗，都要把它开孔。等一下，它底下的那个会不会开得太爽了？整个这个照着它的形状去开耶。你可以看我们压的形状，每一个小地方压进去都是按照这个车体钣金的形状，超强的耶。所以都没有任何泡泡啊，就是浮起来。哦因为浮起来，它对它的这个效果会大打折扣。哦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压紧密它的钣金形状。它的门饰板上呢有一层杂花膜，那一样也是贴上我们的吸音棉，让门板左右两边的那个噪音可以减少。我觉得门板隔音最重要的功用就是这个喇叭在打的时候啊，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听到喇叭的声音，还有那个贝斯就会听起来比较好听的感觉。哦，它会吸收一些碎震的杂音。让门这边变成一个很好的音箱，然后喇叭再打就会比较好听。它的滑门才是一个重点，因为它滑门非常大块，线路稍微比较复杂一点。现在做完就要把我们的门饰板把它装回去，关门了，要敲一下。你的那个没有过去这还没贴啊？还没。来哦。差那么多。复位的时候就是要注意线路啊、孔位啊、螺丝啊，原本是长怎样，都要把它接回去。尤其像卡扣是要对准再去压，不然那个头会整个歪掉。比较特别就是它这个椅子啊，它也是电动座椅，电线接完，全部接完之后，你要去移动看看，看看是不是正常运作。还有喇叭、冷气的出风口，还有我们的窗户啊、门板上的按钮都要按一下。反正就是我们会拆到电器设备都去给它测试就对了。因为我们把它拆掉，那系统它就侦测到这个东西消失了，所以它可能就会跳故障灯。所以其实用这个电脑把它这样消掉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今天的工程到这边就结束了。如果你是对车子的噪音很敏感，觉得很困扰的人，欢迎底下留言。如果你也喜欢那种施工的影片，麻烦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、分享、留言，然后传给朋友看。